哈喽，我是金。今天我们接着讲女武神第6场对决，释迦摩尼对战灵符。上期说到，灵符靠着吸收不幸，手里的血符越来越大，几乎就要占满整个擂台。但很可惜，对于能看破未来并手持6道神器的释迦来说，根本没有一点压力。但故事肯定不会这么简单就结束的。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怎样的转折呢？废话不多说，赶紧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擂台上，灵符巨大的血符被释迦用6道棍变成盾牌挡住了。神器6道棍寄宿着6位观音的力量，这是6道之一修罗道的能力。其实这把神器会呼应释迦的感情来变化形态，所以释迦本人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6道棍的形态。就比如刚才灵符威能巨大的血符，6道棍感受到释迦趋于防守的状态，才自主变化为了一把盾牌，替他挡住了攻击。擂台上，释迦竟迎着血符直接往回推了过去，眼看着血符被顶起，灵符一声怒吼，又改变了血符的形态。既然压不死他，那就将他千刀万剐了。宛如成千上万把利剑的集合体，又是这种简单粗暴的形态。突然间，释迦手里的6道棍也发生了变化，畜生道、马头观音、正觉涅槃棒。你想正面迎敌吗？了解。迎合着手里的涅槃棒，释迦迎面就冲了上去，一边是狼牙棒模样的古代器具，一边是暴虐的千万柄利剑集合体，彼此相撞，谁也不知道会产生怎样的火花。场面的格雷都闭上了眼睛。可突然间，释迦竟然在交火的一刹那做了个滑铲动作，还没反应过来，短暂的交锋就已然分出了胜负。只见灵符颤颤巍巍的竟倒在了地上，原来刚才释迦在滑铲躲开攻击的同时，一起打中了他的腹部。灵符用手捂着伤口，甚至还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交手结束的太快，除了解说称职的呐喊外，场面上一片肃静。片刻后，格雷高兴地蹦了起来，但随即便吐槽起6道棍的新形态，那个模样究竟是呼应了什么样的感情啊？一旁的女武神笑着解释道：“不受任何人左右，自由自在。”相对于叛逆少年模样的灵符来说，释迦大人的青春才是史上最强的。在古印度迦毗罗卫国，作为王子出生的悉达多，也就是之后的释迦，从小便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，接受着最高等的剑术教导和最优秀的教育，在众多仆人的拥簇下，穿着最华丽的衣服，享受最美味的食物，住着最豪华的宫殿，甚至还承载着先人的预言。那一晚，他正独自观赏的夜空，身后传来了父亲的声音：“哈哈，你长大了呀，悉达多，明天就是先人预言的日子了呢。”曾在他出生时，祭司曾高举着他，向所有人表示，这孩子将如神明所说，最终会成为世界的王。这下我们释迦族就能安泰万年了。成为世界的王是你的命运，你准备好了吗，悉达多？是的，父亲。从那天起，他开始到宫殿外行善举，向底层人民发送食物，甚至是作为奴隶的首陀罗也不例外。很快就受到了人民的爱戴，他接受了释迦族王子的责任以及所授予的天命。但那之后，望着天空中翱翔的小鸟，他还是会感叹，要是能像小鸟一样自由自在多好呀，没有任何约束。但他话音一落，一只扑食的鹰就收走了小鸟的性命。果然，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命运就是这样的东西。直到那件事的发生，古印度6大国之一的马拉王国，释迦来看望跟自己很要好的远房哥哥加塔卡，同样也是马拉国王。一见亲公，释迦就大声打着招呼，但发现周围贵族们传来了异样的眼光，他只得学着王族的语气换成了蹩脚的客套话。哥哥躺在床上咳嗽了一声，并没有在意，反倒是让释迦陪他出去散散步。哥哥询问他，上次不是告诉过你不能叫我哥哥吗？释迦摸摸头表示，我是学了城里孩子们的叫法，关系好的兄弟彼此之间都是这么称呼的，我多少也有些羡慕呢。哥哥回应道，但在王族里不能这么叫。嘴里这么说着，但哥哥还是很高兴释迦能来看望他。但随后听到释迦表示他也要成为释迦国国王后，哥哥沉默了。看着哥哥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自己，释迦不明所以，随后表示，兄长大人，你可真幸福呀。却没想到哥哥望着远方，向释迦吐露了心声，你为何这么觉得？哈哈，马拉王国是个富饶的大国，从贵族到平民都过得很幸福，作为王族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吧？你真的觉得我很幸福吗？释迦愣住了，悉达多，我马上就要病死了。哎，兄长大人，你说的，为了当一个好王，我处处为人民的幸福着想，所幸在位中没有大的战争发生，国家得以富饶，人们肯定会觉得我的人生是幸福的。刚说到这儿，加塔卡就重重咳嗽了起来。悉达多，我的人生到底是谁的东西啊？华丽的衣裳，美味的菜肴，豪华的宫殿，还有这王族之位，没有一件是我自己选的，全都是被赋予的所谓幸福。人民们在吃的那个炒豆子是什么味道呢？
那大河呼啸，又将通往何处呢？还有这天空的尽头，到底是哪里呢？我对此都一无所知。说完这番话，没等世家回过神来，加达卡又笑了起来。哈哈，抱歉了，让你看到我狼狈的样子呢，像是在说死前的窝囊话呢。先忘记吧。那是哥哥和他最后一次的对话。不久后，哥哥就真的因病去世了。跟在送殡的队伍里，世家看到了马拉人民在齐声送别哥哥，连马夫都在说着加达卡大人真的是很幸福呢。他心头一震，哥哥那番话萦绕在脑海里，似乎在不知不觉中点醒了他一直不敢面对的东西。那一瞬间，他的人生轨迹清晰地浮现在眼前，从出生孩童到一堆白骨，刹那间眼瞳泛起了奇异的色彩，能看破未来的眼睛就此诞生。在其他人眼里，他只是抬头望着天空，片刻后突然翻身下马，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下，他突然仰头大笑了起来，哈哈哈哈！我悟了。就这样说着奇怪的话，世家逃离了队伍。时辰一到，葬礼开始举行，除了祭祀在灵前祈祷外，全场都在安静默哀着。贵族们心里甚至没有丝毫悲伤情感，反倒是觉得有祭司大人赐予真言，加达卡大人可真幸福啊！就在这时，漫天的鲜花飘散开来，众人齐刷刷看向门口，正是世家在肆意撒着花瓣。父亲世家国王阴沉着脸，欲要阻止世家，但这一刻他眼里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人，自顾自地撒着花瓣走向了灵台。工作人员拉都拉不住，他径直走到了加达卡身前，轻声说道：“加达卡哥，我来接你了。”接着，在所有人一脸震惊下，他单手举起了棺木，冲着台下吵闹的人群说道：“真是吵死了！你们的祷告也好，神明的祝福也好，加达卡哥都不需要，幸福在这里。”就这样，他大摇大摆地抬走了哥哥的棺木，出了城门，来到了城外的小河边，将哥哥的棺木放在了河里。加达卡哥，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看吧。只有他知道哥哥最想要的是什么，一辈子没有好好看过世界的他，希望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弥补一下吧。从那之后，世家不顾所有人的阻拦，毅然决然放弃了所有，独自到了荒野中，从此开始行走于天地中。和一些道貌岸然的高人不同，他帮助那些因为苦行而进食的人，就像那些祭祀台上欲要献给神明的孩子们。跟着他修行的人都遵从着他的信念，从被安排的命运中解脱，没有束缚，自由自在。如果真的有神明降下怒火，那他就和神明干上一架。这便是世家那叛逆的青春。对他而言，人也好，神也好，只要否定自身内心幸福的人和那些强迫别人接受命运的人，他都讨厌。回到擂台上，叶盼盼和血府进行了一轮的碰撞，两边各退几步，基本算是5-5开。但变化多端的血府能瞬间伸长砸向世家，就比较无赖了。不仅如此，砸在地上的同时还能跟触手一样炸开，这变化无常的攻击手段，就连世家都险些中招。见攻击被躲掉，林父又开始积攒不幸。只见他双手一发力，竟然将血府从中间给掰开了，里面的骨头都露了出来。下一刻，血府竟然变成了一柄双头大刀。林父手持双刀冲向了世家，看着林父的武器变化，世家知道这下涅槃棒就难以抵挡了。那既然如此，轮回6道，天道如意观音，12天符。长柄的斧头横向挡住了双刀，两人你一刀我一斧，展开了近身搏斗，一时间竟然势均力敌。不对，突然间世家从林父眼前消失，下一秒已然来到了头顶上，再是从天而降的一击，果然还是能看见未来的世家更胜一筹。林父咬牙骂道：“卑鄙小人！”手里挥出的双刀被屡屡看破。接着，世家一记漂亮的格挡，完美造成了林父的僵直，在一击上挑破开了林父的胸口，一瞬间鲜血如泉涌，林父遭到了重创。就在众人认为已经分出胜负之时，林父甚至都没有倒下，任由胸口鲜血直流，手里的血符又开始变换了起来，浓烈的不幸再次飙升，先是流星锤模样，接着如花朵般绽放。拜托你，给我从这世上消失吧！扶摇拦阵，一时间无数根尖刺伸长开来，从四面八方朝世家倾注而来。哈哈，你的青春期也太有趣了吧！无需担心，我会接下你的一切。人间道，不空卷锁观音，金刚独骨剑。手持短臂状的独骨剑，世家首先是选择了往右手边跑，延长了尖刺的落下时间，同时还一刀斩断了右手边袭来的尖刺。但随后其他方向的尖刺在林父的控制下已经到了他的跟前，任凭世家如何闪转腾挪，也依旧跟在他身后不肯罢休。林父的尖刺攻击范围巨大，就连观众席都被波及到了。躲了这么久，世家算是明白了，这没完没了的尖刺，他再躲下去也没有意义。一跃而起，挡下了波及到场外的尖刺，世家终于和林父正面刚了起来。手里的剑法发挥到了极致，剑硬生生从尖刺的怒涛中开辟出了一条道路。终于，他杀到了近前。哈哈，小林福的青春期真是太棒了！
施家不仅护住了观众，还正面将林父的招式给压了下去，令观众席瞬间就炸开了锅，都在替施家喝彩。场外一边倒的呼声，林父是越听越生气。从前到现在，大家都只看向这家伙，一直施家大人的喊着，为什么就没人看向我呢？林父仰天怒吼着，突然一道诡异的东西射向了施家脑袋。唯有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。什么？小林福，你要爱自己才行啊！啊，爱自己？你总是说些听不懂的话呀！对了，我倒是很喜欢小林福你呢。猛然间，林福后退了几步，质疑道：“你说你喜欢我，爱自己？休想来骗我！你这……啊！”刹那间，那站立不动也充满魅力的身影深深地吸引住了他。猛然间，心头仿佛一块大石头落了下来。这一刻，林福浑浊的眼睛变得像原来一样清澈。他缓缓放下了手里的血斧，喃喃道：“我终于明白了，我一直都想变成世家一样啊。”原来他一直都活在世家的影子里，世家不正是他曾经最想要成为的神吗？这一刻，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善念被世家再次点燃。没有了不幸加持，血斧失去了力量。哼，小林福啊，你现在的表情非常美丽呢。说着，世家也丢掉了手里的武器。来吧，接着继续打。这一幕惊呆了场外众人，而在场的林福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世家的心意，两人赤手空拳的冲向了对方。世家没有用未来式躲避，就这样你一拳我一拳的肉搏。林福内心最后的阴霾也在世家的拳头下慢慢的消融。原来一直比任何人了解他的是这个他一直当做仇人的世家。随着场上气氛攀升到顶点，看着世家微笑的脸，林福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，像那些他曾经帮助过的人一样。这一刻，换作林福获得了救赎。世家一拳打飞了林福，也彻底终结了比赛。人类观众席上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，而倒在地上的林福也没有战败的失落，反倒是重获新生般的笑了起来。这才是林福本来的模样。果然，他一直想成为的神，就是像世家一样带给别人幸福的神。经过这次以后，他一定会好好爱自己的。可就在这时，没人发现林福头上的双脚竟自动脱落了下来，接着脚的根部诡异的伸出了螺旋状的触手。林福还洋溢在幸福中，突然间就被双脚伸出的触手刺进了脑袋。一瞬间，钻心的疼痛令他整个脑袋都剧烈抖动了起来。没等对面的世家反应过来，林福便以奇怪的姿势站了起来。猛然间，刺入脑袋的双脚又伸了出来，一根钻进了他的嘴里，另一根刺进了他胸口的黑洞里，一眨眼的功夫就钻进了他的体内。林福的模样凄惨无比，嘴里还在重复着不要啊，请救救他。可紧接着，嘴里和胸口黑洞亮起了光芒，两条黑龙鱼贯而出，看起来体型并不大，可实际上两条黑龙盘旋在擂台上空，这浓烈的邪恶气息让世家难以置信。下一刻，双龙倾泻而下，冲向了林福，速度之快，连世家都没来得及反应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可怜的林福被黑龙整个包裹住。擂台上瞬间卷起了漫天风尘，片刻后，一颗巨蛋出现在台上，周身都布满了鳞片，整个看起来无比的怪异。主持人都搞不清楚状况，这比赛究竟还能继续吗？美神也表示他不喜欢这个臭东西。可突然，巨蛋内部似乎发生了变化，两双巨大的手掌破壳而出，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就连场上的世家也愣在原地，接着毫不犹豫地向后退去。难道是因为他看见了未来吗？不，并不是，而是因为他什么也看不见。你究竟是谁？同一时间，在一间门上画有苍蝇的房间里，正有人注视着场上的一切。此人正是被称为苍蝇王的地狱鬼王别西卜。真有意思，当至白之光与纯黑之影相交，冥界之角将苏醒，永恒的黑暗就此诞生了。原来此刻从灵符身体里诞生出的，正是冥界传说中的狂战士第六天魔王波旬。一场真正的宿命对决就要正式打响了。其实，在佛教传说中，释迦还是悉达多王子时，和这第六天魔波旬可是有过一次交锋的。而此刻的擂台上，很显然释迦的未来世对其也不起作用。可以说，这第7场对决从这一刻起才是真正的开始。好了，那么到这里，女武神第7场第2篇就结束了。下期将会是更精彩的佛魔对决，究竟释迦和这波旬谁能取得胜利呢？喜欢本期视频的，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我，你的点赞将加快视频的更新。那么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见。